中元节的夜晚，我无意中点进了一个直播，百鬼游戏密室逃脱开启，直播寻找玩家。正要退出，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这不是我们女寝宿管吗？宿管王阿姨跪坐在血泊中，神情安详，她的手中拿着一张藏宝图，看起来像是在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密室逃脱游戏。我惊讶地坐直了身体，镜头抖动，凶手从宿管身上翻出了一大串钥匙。现在我们将随机选择一个寝室，抽中者将获得一次百鬼游戏密室逃脱的机会。游戏正式开始，随着一阵翻找声，王阿姨随意挑选了一把钥匙。我紧张地盯着屏幕，心跳加速。钥匙上的数字是412，正是我的寝室。你们说这个梦是不是挺刺激的？临睡前，我随口向室友分享昨晚的冒险梦。学霸周彩停下了学习，好友柳絮摘下了耳机，他俩表情古怪地看向我。周彩双目圆睁，你是不是还把直播发到了寝室群，然后就醒了？我茫然点头。柳絮也怯声道：“杨姐，主播 ID 是不是叫密室探险家？”我呆了呆，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知道？这个有趣的 ID 我印象深刻，但我没提过啊。”他俩对视一眼，眼底透出一丝兴奋。我们好像做了同一个梦。核对许多细节后，我才确定他们没开玩笑。更诡异的是，今晚0点正是中元节，周彩面沉似水，三人梦境串联，不会是巧合？加上细节清晰，时间对应，我怀疑这是一次预知梦。柳絮一向好奇心旺盛，闻言眼睛一亮：“你们还记得直播里有提到这是一场游戏吗？”我思索道：“密室逃脱。”柳絮蜷缩在座椅上，手紧了又紧。我想起一则都市传说，好像对应得上。据说有种鬼喜欢用游戏挑战人类，被选中的玩家就会做预知梦，这是一种邀请函，用来提醒参与者该展现智慧了。我心中一颤，手心有些冒汗。大晚上的，越说越兴奋了。我宁愿面对密室逃脱，也不想错过这次冒险。话虽这么说，眼睛却控制不住瞥向时钟。现在23点57分，距离0点只剩3分钟。盯着秒针，一股期待感缓缓攀升。忽然，我心中一动，我有个想法，如果我不碰手机，就不会刷到直播，说不定就没有后面的事了。周彩神色微松：“你是说通过蝴蝶效应来改变因果关系？”我点点头，立刻关掉了手机屏幕。事实总归是好的。随着时间逼近，稍定的心又开始不安。23点59分58秒，23点59分59秒，0点，整栋寝室大楼一片寂静。我吐出一口浊气，笑了笑，看来没事。话音未落，叮，三人的手机都亮了。412寝室群弹出一条链接，艾特白羊，艾特周彩，艾特柳絮，快看这个直播，楼下好像有密室逃脱的新线索。我们是4人寝，还有一个严轩轩正在4楼公共浴室，他洗澡1小时起步，加上与我们关系一般，匆忙间谁也没想起他。我颤抖地点开他发来的链接，密室逃脱游戏开启，直播寻找线索，依旧是紧张刺激。凶手依旧抽中了412的钥匙。严轩轩，你们不会惹到什么人了吧？那啥，我先到其他寝室躲躲。梦境重演，不真实感让我有些目眩。难道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密室逃脱？我们6目相对，紧张一览无余。周彩当机立断，我去锁门，柳絮报警，白羊搬重物堵门，快！他迅速翻出钥匙，见不到门前，从内部插入反锁，这样一来，外部有钥匙也打不开门。周彩的冷静缜密让我找回了些安全感，我赶忙拖来2把椅子抵住门，与周彩合力摞上大量书籍。柳絮却满头冷汗，打不通110，没有信号。我心中一紧，直播都能看，怎么可能没信号？我与周彩一番尝试，果然除了密室逃脱直播间与412寝室群，其他功能都显示网络不可用，而直播仍在继续。凶手正在登楼，画面昏暗，竟没一个学生，诡异的像栋空楼。噔噔噔，他的脚步声压迫而有力，从不疾不徐到近乎奔跑。看楼层号，他已经到了4楼。叮，六神无主之际，严轩轩忽然发起了群聊通话，我立即点开。他语无伦次，走廊里突然一个人都没了，我敲其他宿舍门也没回应，好像所有人都消失了，手机也没信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低声回应，小点声，我们也联系不上外面。凶手已经到4楼了，你从北楼梯走，千万避开他，逃出去报警。严轩轩沉默了，只剩仓皇的噔噔下楼声。这不对呀，我都连下2层楼了，怎么还是4楼？这是鬼打？通话突然中断。与此同时，咚，走廊里传来一声巨大轰鸣，我悚然一惊，回拨数次，无人回应。他难道遇到凶手了？柳絮忽然指了指手机屏幕，指尖颤抖，直播间也黑屏了。弹出一个10分钟倒计时，10点9比59，这是什么？逃脱倒计时？粗重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，由远及近，在门口戛然而止。是凶手到了吗？砰砰砰砰，4声敲门如同扣在众人心脏上。
怎么办？柳絮瘫坐在地，无助地看向我。我强压恐惧，眉头一拧，抽出桌上的一柄水果刀。小旭，站起来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大不了拼死一搏。我握着刀，鼓起勇气迈向大门，刀尖却和心一样止不住的抖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凑近了猫眼，待看清来人。我惊愕道：“是老李头。412的同学，我是保安老李，所有情况都已得到控制，你们可以安心了。学院领导交代，让我来确认你们的安全，问询相关情况，请开门配合一下。”门外响起一个粗犷男声，是极具辨识度的塑料普通话，声音确实是老李，负责在寝室楼栋间巡逻的保安大叔。老李为人热情朴实，曾为保护学生负过伤，大家对他评价很高。柳絮与我都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闪过一丝喜色，唯独周才眉头紧皱。李叔，什么情况？听不懂您在说什么？我们已经睡了，有事明天再说吧。门外沉默片刻，语气开始不耐。领导交代，我没办法，事关重大，你们不想吃处分吧？立刻开门。周采不卑不亢，您可以让警察来沟通，否则谁也没权利让我们开门。我正揣摩周采的想法，严轩轩竟又在群内发消息，刚刚跑太急，手机摔关机了，你们有听到一声巨响吗？我远远看到几个穿保安服的，他们摁倒了一个黑影，你们说会不会已经安全了？严轩轩的话让我与柳絮有些振奋，齐齐扭头看向周采。周采见状，凑近小声道：“第一，老李默认我们知道有紧急情况，这很不合理。第二，他如果参与了控制情况，少不了要做笔录，怎么会在这儿？第三，意义不明的倒计时还在继续。今晚太过诡异，我们要尽可能考虑最糟的情况，譬如被困在密室逃脱游戏中。还记得柳絮说过的密室逃脱游戏吗？倒计时结束前，我们应该质疑所有门外的东西，也许门外的不是人。”我钦佩地看向周采，又默默抽出一把水果刀，双刀护身。柳絮，那严轩轩、周采，他先遇到了鬼打墙，然后通话就中断了。那声巨响，可能是他找到线索的声音，真正的线索完全可以在群里冒充他，营造安全的假象。也就是说，老李可能正拿着严轩轩的手机在门外发消息。六目对视，寒气再次渗入天灵盖。我怀疑有紧急情况在门内，必须开门验证。咔嗒，有钥匙插入锁芯，但由于内部也插着钥匙，老李拧不动分毫。我们刚长舒一口气，哐哐哐，老李却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，开始猛烈砸门。好，是你们逼我的。他一字一顿，仿若厉鬼咆哮。老李果然有大问题。滋一声尖锐啸叫划破寂静，寝室门开始剧烈震动。我有些惊疑，透过猫眼看去，老李正拿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对准大门。待我分辨清楚，不禁瞳孔一缩，那是电钻。好在大门坚固，1分钟下来，只被钻开一个小洞，电钻停了。洞口贴上一张变形的脸，神色贪婪，不顾一切把头顶进来。周采骇然，他想从小洞挤进来。更诡异的是，老李后脑勺竟空空如也，似被什么挖去了。我心脏一缩，他果然不是人。一咬牙，我握着2柄刀，大步走向这只人形蚯蚓。给你姑奶奶滚啊，丑东西！好吧，我刷2刀捅在这怪物脸上，鲜血飞溅。老李却愈发暴怒，加速钻入，活像某种软骨动物。我努力压下恐惧，扛起椅子就要砸。滋，蓦地，电钻声再次响起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谁？老李痛苦咆哮，身子抽出。透过门洞看到他倒地抽搐，无法动弹，腹部出现一个渗血大洞。阴影处，一个人影缓缓现身，竟是严轩轩。他放下电钻，瘫坐在地，气喘吁吁。老李刚刚冒充我发消息，你们没相信吧？真正的我回来了，快开门！严轩轩在楼梯间不慎摔倒，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游戏的一部分，于是装晕。老李，凶手只是拿走了他的手机，并没有其他动作。他很着急，只是把手机拿走了。严轩轩在群里发消息说鬼打墙出不去，我只能偷偷折返412。还好我来得及时，但我怕还有其他危险，你们快开门啊！尽管惊喜，但我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看向周采。周采犹豫片刻，提出了一个建议，说你的个人信息吧，学号、班级、家庭、家乡，越详细越好。我们需要核验你是谁。严轩轩瞬间被点燃。周采，你想拖延时间，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死亡倒计时。如果这是一场密室逃脱游戏，我敢肯定412才是唯一安全地，只剩2分钟了。等时间一到，如果我还在走廊，很可能会被淘汰的。我也有些不忍。周采，还有办法吗？周采神色挣扎，沉默无言。严轩轩开始在门外哭泣，请求我们开门。周采轻叹一声，手搭在了门把上。突然，一直寡言的柳絮痛苦蹲下。我与周采赶忙去扶，却看到极为意外的一幕：柳絮胳膊上忽然出现了一段荧光字，411。这是游戏的下一个线索。周采吓得一缩手，悚然道：“有东西在你身上显示线索，这真是密室逃脱的一部分。”411是什么意思？对门寝室。
我们没有时间思索这些，正想取药品给柳絮，却被他一把扯了回来。柳絮像是换了一个人，虽然虚弱，却无比镇定。他脸色苍白，伸手指向一处。我们透过裂门看向所指之处，那是一面镜子，对面411寝室的门梁上常年挂着的一面镜子，镜面照出严轩轩的后脑勺空空如也。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觉，是游戏设计的一部分，目的是引导我们去411寝室寻找线索。你们见死不救，都是淘汰者！严轩轩假装癫狂尖叫，一下又一下撞击着大门。我们3个女生手搭手，颤抖着等待着倒计时结束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严轩轩、老李就此凭空消失。直播画面一黑，主播悠悠开口：“恭喜几位通过密室逃脱游戏的第一关骗门鬼。”屏幕中出现了4张真人头像，我、柳絮、周采3人为彩色，严轩轩则黑白暗淡。主播又道：“此次为合作模式，未集体淘汰则全员晋级。”说罢，严轩轩头像自动晕染为彩色。与此同时，寝室内点点光云凝聚，严轩轩竟凭空出现，近乎神迹的一幕把我们惊得连连后退。严轩轩跌坐在地，神情惊惧，癫狂大吼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到底想干吗？我不要玩什么密室逃脱游戏，他们3个还不够吗？放过我好不好？我不要！”有歇斯底里到掩面呜咽，他显然被游戏的逼真吓到了。主播没有理会，二戏即将开始，5分钟内请移步512寝室，否则淘汰。屏幕中5分钟倒计时开始跃动，大家面色惨白，沉默不语，都在消化突如其来的魔幻。严轩轩惊慌拉住我们逃吧，离开这栋楼就好了。我勉强道：“你忘了鬼打墙吗？”他眼泪再次溢出：“那就翻窗户走，我宁愿摔死也不想在这啊。”周采脸色难看，轻轻摇头：“你们看窗外，太黑了，一点灯光都没有，加上其他同学都消失了，也许我们根本不在校园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凝重道：“大家都振作一点，再荒诞也得弄清现状。我们应该是撞鬼了，但好在这鬼不会直接淘汰人。为了暂时的安全，我建议不要贸然忤逆他，先配合他玩下去。下一场游戏在512进行。”严轩轩眼前一亮，焦急打断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再撑过3次游戏，就有希望离开？”周采微微点头。停顿片刻，他凝视着柳絮：“小絮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我们都明白周采在问什么。方才柳絮身上的荧光字直指破局点，如果没有它，也许无人生还。柳絮神色迷茫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打算开门的瞬间，我感觉极度危险，胳膊上就出现了荧光字。看到荧光字，就像触发了本能，我能马上理解它的含义。我有些振奋，遇到危险，身体就会出现关键提示。既然这是一场游戏，也许设计者会赋予玩家提示。小旭，有了你，也许我们都能顺利出去。周采苦笑：“你见过什么游戏提示是直接透露谜底的？而且为什么只有柳絮具备，我们呢？”毫无头绪，先上楼吧。严轩轩缩着身子，未再说话，只是滴溜溜扫视着柳絮。忐忑恐惧间，我们小心翼翼地挪到了512门前。走到空无一人，四周是化不开的黑。主播不紧不慢道：“密室逃脱第2关，替鬼，诸位请好好享受。规则很简单，你们轮流进入512，每人往前迈4步，再出来即可。此次仍为合作模式，1人以上生还即可通关。前1分钟内决定进入顺序，否则随机指定。”听到仍是合作模式，心中恐惧稍缓，但在顺序上还是发生了分歧。严轩轩坚持让柳絮第一个进去，他能触发荧光字，其他人可以参考如何破局。我并不认可，荧光字机制并不清晰，如果只有团灭风险才会触发，那柳絮第一个进去将断送希望。还有，我不想让柳絮成为试探的牺牲品。周采沉默着，没有发表意见。触发随机指定：1号严轩轩，2号周采，3号白羊，4号柳絮。我稍松一口气，请1号于10秒内进入512寝室，否则淘汰。严轩轩恨恨地看着我们，深吸几口气后推开了大门。众人手机屏幕一闪，竟同步起了512的内部情况。512仍是普通的寝室格局，只是空无一物。严轩轩咬牙切齿，豁出去般迈出4步。突然，我们汗毛炸起，他前方1米处出现了一个背影，身着米黄色卫衣，身材娇小，衣服身材竟与他完全一致。严轩轩吓得左脚退了一步，背影也用左脚退了一步。严轩轩尖叫一声，这是什么？身躯因害怕而颤抖，前方的背影竟以相同节奏颤抖。他发现了规律，左右手同时挥动，背影也同步复刻，就像在照一面特殊的镜子。
严轩轩僵立几秒后，转身就想往门外冲，可一转身，他怔住了，背影如鬼魅般瞬移，仍在眼前1米处。他就像站在了视网膜上，永远在视野正前方。严轩轩开始向门口奔跑，前方背影也飞奔。这是一场赢不了的跑步比赛，对手永远领先1米，总是离门更近。果然，背影率先冲出了512寝室。开门刹那，我只觉阴风拂面，有什么极其邪恶的东西冲了出来，与我们擦肩而过。啪！大门自动合上，紧随其后的严轩轩未能逃出，门后传来令人头皮发麻的惨叫。我骇然一颤，心脏砰砰狂跳，冷汗沁了一背。忽地，我明白了替鬼的含义，5121次只能出来1人，严轩轩替那只鬼沉沦黑。